以前的黄色小鸭哦，黄色小鸭一半在海鹰中心那边嘛，一半是附近怎么样？附近封路呢？封路呢？啊，对啊，然后一看到封路，哇，稳了，为什么？因为房子买在那边，好、稳了啊，就这样，哦，就是人潮非常的多了。然后现在那边活动也算多嘛，哦，那个动不动会有一些展演或是干嘛。然后还讲个就是那个梦来鹰哦，那仲介跟我讲的故事，就是梦来鹰的屋主要卖梦来鹰，你可以查一下哦，就是在爱河出海口旁的中古豪宅。啊，梦来屋主要卖啊，问他为什么要卖，他说每次办活动，爱河办活动封路他回不了家，他车都不知道停哪里，然后慢慢走回来，这样实在是太烦了，然后就把它卖掉。对啊，就会这样哦。然后这个黄色小鸭演唱会封路，高雄观光破6892万人次，房价还会继续涨吗？先说结论，人潮就是钱潮，你人一多，你当然房价就很有机会跟着上去嘛。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小抱枕也可以立大功，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的观光人数全台第一。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连2年观光人次第一，高雄观光队北上抢攻国旅市场。哦，那内容是这样，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这是一个很天才的单位哦，我没有负面的意思，是我跟你说那个高雄市观光局哦，真的是全台哦各地市政府的范本哦的教科书范本。好，来高雄的那个观光局哦，近日在台北君品酒店举办高雄观光交流会，吸引了超过100间旅行社，还有那个航空公司来参与。另外提到说，高雄已经连2年荣登观光人次全国第一，并且蝉联《远见》杂志2025观光满意度冠军。对，这是我们就是要来讲高雄的观光。那我们先看一下排行，这个是观光署的统计，它以前叫观光局嘛，现在升格了。来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观光旅客人次最高的县市尾数，我就不念。来，依序是第一名高雄6794万人次。第二名台中6655万人次，第三名新北6168万人次，第四名台北市6147万人次，第五名台南市5676万人次，第六名桃园市4897万人次。我还以为台南会很前面呢，没想到第五名，这样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对不对？台南嘛，那个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台南哦，真的是这样哦，然后就不能讲食物很甜还是什么，人家会生气哦。台南也不错啦，但是看数据来说，目前高雄就是台湾的第一名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高雄的观光人潮那么多。好，那我们就来讲说怎么高雄会出现爆量的观光人潮。那说真的，这个就是各地市政府的努力了齁。就高雄的话，就是这个观光局。我没有要讲政治，那就是真的高雄出现了非常多现象级的观光活动。例如2024年的黄色小鸭造成人满为患，你应该有印象，对不对？黄色小鸭那个，我为什么说那个观光局是天才？高雄市政府的观光局的那个局长、副局长，这个真的是看一下记嘉奖小功还是什么，他记一记。就他设计很多梗我有印象的活动就是说，他有2只鸭子也没有到隔海相望啦，就是放有一点距离这样。然后在情人节当天，情人节把2只鸭子这样用小船这样拖过来干嘛？亲，哇靠，这个很厉害呢，这剧本很厉害呢，对不对？然后后来还是什么去领鸭子然后写编号，然后放流放流之后看哪只鸭子第一只跑到那边然后领奖之类的。后来因为涨潮啦，那个鸭子都游不出去了之类的，出包翻车，但是就是很会搞活动，你不觉得吗？就很厉害啊！鸭子亲，哇，真的是神操作。然后还有今年的吉伊卡哇，来看的人也是多到爆出来。后面就更不用提了，演唱会，对不对？演唱会超级之多。来，你来看一下这个新闻高雄演唱会经济创57亿产值，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我们来看一下它带来多少人流。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演唱会经济发威，经高雄市政府统计，去年总计举办超过157场次的演唱会，创造了171万人次，57亿元的观光产值，夸张真的是夸张一年也才52周，他办了157场夸张最后你要知道，观光客变多会带来房地产的成长吗？那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讲一下房地产
我们来讲说一堆观光客出现会不会带来当地的房地产的成长？先说结论，当然会啊，因为观光客变多啊。首先就是当地的餐饮的生意会变好啊，旅馆的生意会变好啊，一些本来开不起来的店面，它就开起来了那再来就是知名的国际饭店也会入驻啊，例如亚洲新湾区，在最近4年之内出现了4间5星级的酒店，来洲际酒店、台中勤美最近才开幕嘛，然后诚毅酒店，这我们台湾自己做的高空游泳池，地震网红每次地震就要调他监视器看那个水这边看会不会遭出去，然后万豪酒店然后跟日航酒店，然后85道楼上那一根，就那85道不是2只脚上面一根那上面那一整根应该也会是5星级酒店，是什么奥图格反正就5星级酒店就对了。像洲际酒店它不只是酒店而已它上面是豪宅它下面是好像16楼以下是做酒店，它上面都是豪宅就这样，什么豪宅管家式服务之类有没有？它是这种等级的。再讲一下，就是我有一次去开会嘛，然后就遇到了哇，这封路就洲际酒店前面封路，我是搭 Uber 去的，然后那个转不进去，司机就我没办法，我只能放你在这边，然后转不进去封路，然后那个封路就算了然后封路阵仗好大，全部都警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看那个车牌会写 Y 有没有？很夸张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阵仗，然后就在那边一堆警察然后看起来是他们要等的人还没到，我不知道是人要进来还是人要出去就这边我看了都怕我都不敢过去，你知道我说下面打一击因为我就只是个访客，我只要进去里面喝酒而已。然后这什么阵仗，我就不敢从那个警备森严的大门这样直接给他走进去。然后我就先问旁边的警察，我要拍照我手机就要拿起来看一下。我一拍照，立刻被警察吼干什么？我说我没有，怎么了？你是谁？做什么？没有，我要去里面喝酒。访客来这边走。我说现在可以走吗？走正门呢？他说可以，没关系，就这样走。很夸张。后来我知道是谁就是我们的邦交国。叫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海尼访台，就淋雨那个外宾淋雨那个说下榻洲际酒店反正就这样。哇，那个阵仗真的好大，难怪有人要做官。如果我要去打边有这种牌面，真是精神上的爽真的很夸张就这样。好扯远了，反正就是洲际酒店。你看邦交国外宾指定下榻的这种等级呢，然后 Blackpink 他们来也是下榻这个酒店。好，那你家就在这附近你的房子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好处，这样那当然会带来当地房价的攀升。不然你看这新闻，由于游戏先观光乐盐城区透天店面交易年增翻倍就是这样盐城区呢老区呢旧城区呢，最近高雄失火了那个叫七贤大楼就是差不多那一带那人本来就很少老区然后就因为他去哪边都要过桥，你知道去市区上班工作要过桥，然后就很塞，然后就自成一格。然后风筝公园那边嘛那边就变博二观光这样。后来透过一连串的展演活动像是黄色小鸭鱿鱼游戏，就是现在超级热闹的，然后一个2层楼的透天店面就可以卖到5000万做生意的是这种等级的热闹。对所以高雄的观光确实很不错，然后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好，因为现在就已经超级好了真的演唱会经济，你说不定你自己就都有来高雄去看过演唱会，有没有觉得就是演唱会那个都要很提早去订房间不然到时候那个演唱会的房间哇都会变得非常的昂贵，一晚都是好几千的这种，像洲际酒店还有到一晚好几万的都会发生。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
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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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我来讲一讲那个就是高雄在办活动的时候我自己这边的经验以前的黄色小鸭黄色小鸭一半在海鹰中心那边嘛，一半是附近怎么样，附近封路呢对啊，然后一看到封路稳了，为什么？因为房子买在那边稳了就这样就是人潮非常的多啦。然后现在那边活动也算多嘛那个动不动会有一些展演或是干嘛，然后还讲个就是那个梦来鹰那仲介跟我讲的故事，就是梦来鹰的屋主要卖梦来鹰你可以查一下就是在爱河出海口旁的中古豪宅梦来鹰屋主要卖问他为什么要卖，他说每次办活动，爱河办活动封路他回不了家，他车都不知道停哪里，然后慢慢走回来，这样实在是太烦了，然后就把它卖掉。对啊，就会这样然后这个黄色小鸭演唱会封路，然后我们再讲一个常常会出现讨论的，就是说高雄的世运嘛，他不是办演唱会都不收钱，所以国际大咖都会在那边办演唱会像什么 Ed Sheeran、红发艾德还有那个 Coldplay 就会在那边办，然后就会被那议员评级说你这个你又不收钱，搞什么东西什么的可是我是这样看，你看大量的观光客来高雄干嘛？这个吃喝跟住宿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会开发票？我这样描述就是有人不开的嘛，就买一串鸟蛋要什么发票？那个附近的吃喝去餐厅吃饭或干嘛都会有开发票，对吗然后你的住宿旅馆也要开发票高雄市的那个观光局是很严格的就是你不能再开什么 Airbnb， 很容易被罚那罚是说9万，那就很严格就对了你吃喝开发票，你拿到的那个发票是怎么样？那发票就是那个做你生意的厂商要缴税对不对？这缴税会缴什么？我们就在讲发票5%，这个5%营业税是地方税，是会回到高雄市政府身上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张牌打得很好就是我的场租几乎是不用钱，那你就来办反正你来办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这边周边会有海量的收入，这没有不好甚至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城市一个新的经营方针，你知道就应该这样子干。以前人家想说这个巨蛋花多少钱怎么样？没有，现在就如果回馈到市府手上，完全可以这样完全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我是支持这个政策的，就是更多的国际大咖你就来高雄开发没关系，那个高雄市政府就不收这个场地费你们就来办没关系，我其他地方营业税通通赚得回来旅馆餐厅一大堆，周边商品一大堆，这很理想的事情
然后世运比较可惜是那时候盖不是说要来做演唱会嘛，所以它是露天的。那露天它的问题就是我会看天吃饭，雨备哦，对不对？雨备方案。如果它就像巨蛋一样，当初是封起来的话，那个演唱会哦就很有搞头哦，多有搞头，就是它可以做很多舞台的花样嘛哦。首先不管天气，然后还有吊钢丝或什么那东西就可以上。然后4月每次在办演唱会，其实蛮好玩的哦。我讲这个应该没差，因为现场人那么多，就是我明明也没有买票，可是还是可以去，就去啊。哦，那你就去世运那边，然后干嘛？在外面啊，然后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哦，其实听得到。当然那个回声哦，这个很模糊的地方也有，那你就看嘛，你就看哪边外面草地上还有人带野餐垫来，还有人在那边叫外卖，我看人真的是叫外卖呢，在那边在那干嘛？听演唱会啊，就这样啊。哦，演唱会的曲目都会有嘛，然后也可以听现场的互动。然后听起来是懵懵啦，不飒飒啦，不过就好玩，因为现场真的人太多了，超级多，那你就去嘛。像 Coldplay 的时候我就去，然后 Ed Sheeran 的时候我就懒得去哦。我相信那时候外面一大堆人，然后有一些角度人聚集的特别的多，那就是那边听起来其实也蛮清楚的哦，很屌啊。对，没事的话可以跑去看。我是支持说这个演唱会经济继续再办哦，越办越大，越办越好哦，这样最好了。这样子刚好市政府也赚钱，然后透过观光，我们的房地产附近的通通都会受到很大的帮助哦，支持啊，就这样啊。接下来还会有很多那个现象级的演唱会，就说什么下半年的 Lady Gaga 可能也会来之类的，我们就来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哦，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哦，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哦，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